荣，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啊？进屋说吧。我这次来真的有事找你，我公司可能快要破产了。我仓库里面都压了很多货，现在都卖不出去。现在而且银行的欠款马上到期了，如果我还不上的话，我很有可能要去坐牢的。小雅，我已经求了很多人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，甚至还有落井下石的。小雅，我现在急需一笔流动资金，我就能救活我的公司了。小雅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阿荣，怎么会弄成这样啊？那你还需要多少钱啊？我把我的房子、车子全部抵押出去，目前还差30万。30万？虽然离婚时你给了我一笔钱，这几年我也花的差不多了。现在我只是个普通打工的，这我从哪里弄来30万呀？小雅，我也知道这样让你很为难。那好吧，我也不为难你了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阿荣，你先别着急，这样你再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想办法帮你凑到这笔钱。小雅，那我就先谢谢你了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我先走了。5年了，我终于东山再起了。小雅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小雅，小雅，小雅，你是谁呀？小雅呢？什么小雅啊？这是我家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前妻叫小雅，这是我前妻的房子。小雅，你前妻是小雅啊？对啊，你是谁啊？小雅是原来这里的房主，她把房子卖给我了。卖了？那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吗？当时卖房子的时候，她跟我说她家里有急事，卖了我30万。她现在应该回农通老家了。那这房子你现在还卖吗？我给你60万，你把房子卖给我吧。呀，这行啊，你要是多给我30万，这房子我就卖给你。那太好了，真是谢谢你。你要干什么去啊？这房子你不要了？我现在回农村去接我老婆去，明天我就来买你这房子。那我可等着你啊。这房子你真卖这么便宜吗？因为我遇到了比房子更重要的事，只要你3天之内把房款给我，这房子啊，我就真的30万卖给你。姐，姐，弟弟呀，姐，你不是下午2点的车吗？怎么提前回来了啊？你应该告诉我呀，我好提前去接你。没事的，我都这么大了，你还怕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吗？那快去沙发上歇着吧，坐那么久的火车累了吧？还好，坐卧铺回来的，不累。姐，回家的感觉真好啊！还是我们这里的空气好啊，北京的雾霾太大了。当时我就让你在省内念大学，或者去沿海城市，你非要去北京，现在后悔了吧？后悔也不至于，毕竟是首都毕业的，以后找工作的机会多一些。从小啊，你就这样，无论我说什么，你都能说出理由反驳我。对了，姐，妈呢？没在家吗？哦，妈呀，她不知道你提前回来了，所以出去散步了。我现在啊就给她打电话，让她回来。算了，等妈散完步回来再说吧。那你想吃什么？等下姐给你做。姐，你手艺那么好，随便做什么我都爱吃。就你会说话，逗姐开心。那行，姐你先忙吧，我想出去转转，顺便接妈回来。行，那你去吧，等下早点回来啊。嗯。
妈睡了吗？睡了。对了，弟弟，你在北京上大学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你弟弟性格这么好，从来不跟人起争执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能出什么事啊？那我问你一件事啊，你要老实回答我。你问吧。你是不是被学校开除了？你是不是把这件事瞒着我跟妈呢？姐，你怎么能这么问我呢？我在大学上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会被学校开除呢？你下午出门的时候，我本来想帮你收拾行李箱，无意间发现了一张证明，我就打开看了看。你也别怪我，姐也是关心你。那张证明是你上班入职凭证，你大学都没毕业，怎么能去上班呢？所以我就想，你是不是已经被学校开除了，不去上学了？姐，既然你都看到了，我也不瞒你了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已经大3了，课程也不怎么紧张了，所以我有空就去找兼职，补贴家用，这样每个月就不用伸手问你们要钱了。咱妈这几年身体一直不怎么好，要不是当年你留在家里照顾咱妈，我也不可能有机会去北京读书。弟弟，你从小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如果让你来照顾妈，我也不放心啊。都是一家人，谁来照顾妈都行。姐只希望你顺顺利利大学毕业，然后找一份好的工作，才是对姐的最大的回报。我可以赚钱供你的，你不用去兼职。姐，这几年辛苦你了，我在北京已经跟一家外企签约了，等我毕业后马上就能去上班了。等我工作稳定了，赚到钱了，我就在那边买套房子，然后把你和妈都接过去。行，姐相信你啊，一定可以的。妈，你别说话，我今天打的就是他，5年了，连孩子都不会生，要你有什么用？爸，你别打了，我求你了。说这个就来气，你在我家有什么用啊？这么多年了，我连个孙子都抱不上。爸，你别再跟他这里生气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小雅，你别怪我爸这么对你。你自己说，我们结婚都5年了，你连孩子都生不出，我留着你还有什么用啊？你长得也就这样，什么农活也不会干，我图你什么啊？不就想让你给我生几个孩子吗？你还有脸在这哭？要你有什么用啊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哭什么哭？滚！别赶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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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呀？别赶我走！我不走！我不走！我告诉你，小雅，以后不准进我们家门。你还有脸哭？你死了吧你！爸，我求你了，你让我回去吧。我警告你啊，小雅，从今以后不允许再回这个家了，听见没有？白白耽误了我5年，气死我了！以后我见你一次罚你一次。走，爸，我们回家。爸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啊？5年了，我连个老婆都没有，更别说生孩子了。自从咱们把小雅赶出去之后，你看看，连个给我说媒的人都没有。你说我以后怎么办啊？儿子，你别着急，这小雅孩子都生不出来，我留着她干什么用啊？等爸再给你找个更好的。你看咱们家这条件，我什么时候能找到媳妇啊？会找到的，天天说会找的，这不还没找到吗？爸就是为了给你找个好的。哎呀，爸，你说的轻巧，也不知道小雅现在过得好吗？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家，人家肯定过得这么好。你怎么知道她过得比你好？她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谁会愿意娶她？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最起码得有个媳妇吧。我现在倒好，连个媳妇都没有。别哭了啊，别哭了。5年了，我来看看这2个东西。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媳妇啊？哎，小雅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这是抱着谁的孩子啊？看你现在是不是很有钱啊？这孩子当然是我的啦。你的？对呀，我亲生的。不是，你又结婚了？当然了。你能生孩子啊？对呀，你
初你们以为我不孕，把我拖到草丛边就不管我了，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查的。我看啊，你还是查查你自己吧。谁啊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跟那个男的把婚离了，我们俩复婚好不好？是啊是啊，复婚？想都不要想，像你这种男人啊，不值得。谁啊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走的这5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那是你活该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你了，就原谅我吧。你别做梦了，我现在跟我老公过得很好。小雅，小雅，就当我求你了，你回来吧。你还记得当初我是怎么求你的吗？你是怎么对我的吗？只要你回来，我保证我们父子会对你好的。我求求你回来吧。小雅，你就回来吧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看看你们俩过得怎么样。看到你们俩过成这个样子，我就放心了。小雅，爸，都怪你。爸知道错了。现在知道错了有用吗？